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认为是地狱恐怖还是宇宙更恐怖呢？宇宙中有些天体简直比地狱还恐怖，这世上肯定有人认真思考过宇宙的尺度。一想到无边无际的虚空，能把物质彻底抹掉的恐怖黑洞，还有数万亿颗遥远又神秘的系外行星，就会从骨子里感到发冷的恐惧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6颗超恐怖的系外行星，它们的环境简直比地狱还恐怖，就这么孤零零的在宇宙里飘着，有些甚至让天文学家都感到困惑。第一颗是克拉特 7b， 这颗行星有非常异乎寻常的降水。一个总是下岩石雨的行星，普通的雨伞根本挡不住，除非是用钛合金做的雨伞。它比地球大 1.5 倍左右，年龄大概15亿年，离咱们还算近，只有489光年。2019年它刚被发现时，科学家认为它是第一颗类似地球的研制系外行星，然而科学家又把它归类为不适宜居住的行星，存在生命的概率是0%。如果你足够幸运，能在这颗行星上看到日出，那将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幕。因为随着太阳从地平线升起，你看到阳光的一瞬间就会立刻被烧成灰。克拉特 7b 离它的恒星比我们离太阳要近60倍，这使得它的恒星看起来比我们的太阳大360倍。行星的阳面温度能飙升到2600摄氏度，这足以融化和蒸发岩石。但接下来神奇的事就发生了，被加热蒸发的岩石蒸汽升到高层大气，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细小的碎石，然后形成岩石雨落到地面上。理论模型显示，在这颗行星上你可能会看到整个岩浆海洋。更糟糕的是，这颗行星被潮汐锁定了，永远是那面充满火焰和硫磺的区域对着主星，而另一面却冷得要命，表面温度能低到零下235摄氏度。天文学家认为克拉特 7b 一开始可能是颗气态巨行星，体积比地球大100倍，但随着它离恒星越来越近，恒星风把它的气体外层一点点吹薄，最后就只剩岩石核心了。这就是克拉特 7b 悲催的过去，但现在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去。虽然下一个恐怖的行星没有克拉特 7b 那样地狱般的环境，但绝对是你这辈子都不想靠近的地方。如果你试图登陆 J1407b， 首先就必须穿过无尽的岩石和冰块环。看到这颗气态巨行星很容易让人想起土星，因为它周围也围着超大的光环，只不过比土星环宽200倍。土星只有3个主环，而 J1407b 有30个环，加起来的宽度超过 1.1 亿英里，远超地球到太阳的距离。这么大的光环大概率是因为行星的卫星被撕碎才形成的。科学家认为 J1407b 的质量是木星的10到40倍，这么强大的引力足以把卫星撕裂。还有个说法是 J1407b 并不是气态巨行星，而是颗没长成褐矮星的原恒星。目前科学界还没达成共识，不知道该怎么给这类天体分类。支持它是未长成的恒星的另一个理由是，它是绕着主星转的，而不是像双星系统那样绕着共同的引力中心转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巨大的光环质量只有 7.34 乘10的21次方吨，几乎和地球的质量相当。J1407b 的历史上可能发生过很多又神奇又吓人的事件，其中一件可能是和一颗质量介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卫星相撞了。这次撞击的痕迹就是它光环上的一个大缺口。多亏了这些缺口，科学家用凌日观测法发现了这颗行星，还弄清楚了光环的大小和位置。土星环已经非常壮观了，真要是能站在 J1407b 或者它的卫星上看，估计下巴都得惊掉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个行星距离太阳大约80光年，也被称为宇宙中最孤独的星体之一 PSOJ 318.5到 22。 这颗行星最牛的地方是它不绕任何恒星转。PSOJ 318属于一类特殊的行星，叫流浪行星，也有人叫它们孤儿行星或游牧行星。它们被从原有的行星系统中踢出来了，就这么在无尽的虚空中瞎逛。有意思的是，由于没有恒星的光辉干扰，科学家能够直接观测到它的光辉。这颗行星比木星大8倍，亮度也高得多。通过它的亮度变化能看出，这颗行星每5小时就自转一圈，大气层有好几层，云层有厚有薄，温度大概在800摄氏度。智利欧洲南方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用新技术望远镜观测后，还给出了太阳系外天体的首个还算准确的天气预报。这个星球将是一个多云且非常温暖的地方，有速度比音速还快好几倍的沙尘暴，可能还会下铁水雨。这个行星的年龄大约是1200万年，科学家还不清楚这类行星是咋形成的。
但推测它们要么是没成功变成恒星的气态巨行星，要么是在年轻行星系统里被其他行星的引力踢出去的。一旦脱离了原来的引力影响，就再也回不去了，只能在宇宙中飘着，直到被另一个恒星系统的引力拉过去。这也让这类行星的分类成了难题。很多科学家觉得它们应该叫亚赫矮星，意思是处于过渡状态，不算恒星，也不算咱们认知里的气态巨行星。虽然科学家已经记录了不少流浪行星，但这方面研究才刚开始。未来这些神奇的星际天体肯定还会有更多让咱们惊掉下巴的发现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WASP-12b 行星，一个被科学家称为注定灭亡的行星，想在它表面待着根本不可能。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颗行星正被主星一点点撕碎，碎片全被抛到了宇宙里。从特性上看， WASP-12b 是颗气态巨行星，半径大概是木星的2倍，但跟木星12年绕太阳转一圈不一样。WASP-12b 绕主星转一圈只要1天，这么快的速度让行星表面产生了超强的潮汐力，把它拉得变了形。科学家计算得很准，这颗行星的形状更像鸡蛋而不是球体。他们估计这颗行星撑不了多久了，最多1000万年就会彻底解体，变成气体和尘埃云，慢慢被恒星吞噬。而且在和恒星交换物质的过程中，行星的速度还在加快。以前科学家觉得这种物质交换只可能发生在恒星之间， WASP-12b 是首个被证实有这种现象的系外行星，表面温度更是飙升到2260摄氏度，表面根本不可能有生命。但在它被发现的5年后，哈勃望远镜用光谱法检测到了水流的迹象，在这种环境下发现水简直离谱。另一个惊人发现是，这颗行星如果真有固体表面，可能是由石墨和钻石构成的，因为它的成分里碳的浓度和密度超高。有些媒体还给它起了个外号叫钻石行星。但现在科学家更倾向于认为，大部分碳是以一氧化碳和甲烷的形式存在于大气层中。另外2012年的研究显示，这颗行星可能有颗卫星叫 WASP-12bb1， 半径大概是地球的 6.4 倍，只比行星本身小3倍。这颗卫星表面是啥环境，咱们只能靠猜，但估计比它那被撕碎的邻居强点。下一颗行星浑身都是谜，它就是 Fomalhaut b， 也被称为 Dagon。 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遥远世界，是不是听着就好奇？咱们回到2004年，哈勃望远镜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冰冷碎片盘，里面全是气体和尘埃。当时各种猜测就来了，有人说里面可能有颗行星，大小能有木星的3倍。但科学家一直没真正看到这颗巨行星，它本该绕着北落师门转，这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之一，离咱们不算远，25光年，半径是太阳的2倍。研究发现 Dagon 的行为很奇怪，速度一直在变快。4年后的2008年，有消息说拍到了 Dagon 的照片，这在科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结果证实，这颗行星比之前估计的小多了，质量介于地球和火星之间。Dagon 在红外波段的光芒很暗，而且对北落师门的碎片环没啥影响，这说明它质量很小。更怪的是，这颗天体越来越暗，体积却越来越大，轨道运动也跟预测的对不上，这让科学家彻底懵逼了。天文学界从没见过这种情况。2014年，离谱的事发生了， Dagon 直接消失了。虽然2008年起一直在观测到它，但后来它越变越大，越变越暗，最后彻底没影了。这跟科学家对系外行星的认知完全相反，他们只能重新审视数据，得出一个颠覆性的结论： Dagon 根本就不存在。科学家提出的新理论是，之前被当成系外行星的那个天体，其实是一团慢慢消散的尘埃云，是2颗小行星或者行星胚胎剧烈碰撞后形成的。这个发现更离谱的是，这么小的天体相撞其实超罕见，碰撞大概发生在2004年，正好是哈勃望远镜观测北落师门周围的时候，这是第一个巧合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尘埃慢慢扩散，这就解释了为啥天体看起来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暗。这是第2个巧合，而碰撞形成的尘埃云也解释了它为啥轨道那么怪，这是第3个巧合。一连串离谱的巧合把天文学家都搞晕了，还编出了个关于神秘又诡异的 Dagon 行星的传说。它看着不像行星，运动起来也不像行星，没像行星那样绕主星在椭圆轨道上转，反而沿着逃逸轨迹越跑越远。虽然 Fomalhaut b 失去了系外行星的身份，但它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。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未知天体等待着我们。最后咱们去一颗见证了宇宙早期岁月的行星看看，
Captain B 离咱们只有13光年，但年龄估计有115亿年，差不多是地球的 2.5 倍，只比宇宙年轻20亿年。但让咱们惊叹的不只是它的年龄，还有在它存在的这么多年里，表面可能发生过的一切。它的主星 Captain 是颗红矮星，所以光度谱很不寻常，因为年龄太大。这颗恒星的亮度差不多只有太阳的250%，质量是太阳的1/4，所以科学家说 Captain B 处于恒星的宜居带内。虽然离得很近，只有 0.168 个天文单位，比水星离太阳还近。理论上，它表面的温度能让水保持液态。据估计，暗面温度大概零下50摄氏度，向阳面大概10摄氏度。这些参数都会影响 ESI， 也就是地球相似指数。Captain B 的 ESI 是 0.67， 跟 KOI 456.01 和开普勒 62F 差不多。这两颗都是寻找地外生命的热门候选。当然，光有年龄还不够让生命出现，但确实大大增加了宜居的可能性。生命的诞生是个漫长又复杂的过程。地球用了45亿年，生命就进化到能让你现在看这段视频了。那 Captain B 的115亿年，至少够让微生物进化出来了吧？说不定这么多年来，早就有古老的生命形式在偷偷观察咱们呢。